今天给兄弟们带来一部2024美国恐怖电影《邪教招魂》。故事发生在漂亮国的一个小镇。下班回家的麦克一进门就开始呼叫自己的宝贝女儿，可任凭他怎么呼喊都没有任何反应，心中开始有些疑惑，因为他看到女儿的车子就停在家门口，而且他还说过晚上他的朋友会来家里玩。于是麦克上楼来到女儿玛莎的卧室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人影，直到他来到了卫生间，竟看到玛莎躺在浴缸当中，不知为何女儿选择了割腕自杀，画面实在惨不忍睹。从那以后，麦克每日都被噩梦缠身，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，每次惊醒都是一头冷汗，而且经常会出现幻觉。他看到玛莎变成了阿飘。4个月后，麦克参加了一个悲伤分享交流会，那里面的成员每人都会互相交换秘密，从而得到大家的安慰，让压抑的内心得到释放。麦克主动举手分享他的心事，他告诉大家4个月前他的女儿突然自杀，然后1个月前妻子也选择和他离婚。他觉得现在没有任何活着的意义，也没有任何精力去做别的事情。此时4名打扮一身黑的神秘女子，她们正默默地注视着麦克，认真倾听他的故事。麦克认为如果能用显灵板和女儿再说一次话，他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，但交流会的领导者却并不认同，他认为显灵板是邪教之物，他个人非常反对使用这个。麦克听完也只好无奈放弃。此时4位神秘女子走了过来，她们表示可以帮助麦克见到女儿，不过麦克并不相信她们，直到他们说出了女儿的名字，麦克才觉得他们似乎有点水平，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提过女儿的名字。神秘女人表示他们可以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，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过来找他们。到了第2天，麦克突然感到自己的手掌有些不听使唤，这时听到家里传来女人的哭泣声，他缓缓走上楼去查看，竟发现是前妻艾丽正在收拾衣物，准备彻底离开这个家。到了晚上，麦克再次感到手指僵硬，这时楼上传来了动静，他慢慢走上了楼，跟随着声音来到了玛莎的房间。此时麦克的身后出现了一个身影，但他查看了一圈后并没有发现异样，于是他蹲下来翻看玛莎留下的遗物，无意中看到了他的日记本，里面还有一张玛莎和4位神秘人的合照，但奇怪的是其他4人的脸全部都模糊到看不清。正当麦克疑惑时，一个身影再次出现。麦克仔细地看着玛莎日记本里的内容，发现玛莎的生活似乎过得并不开心，日记本里有好几页都写着为什么。麦克也不明白玛莎究竟经历了什么。第2天，麦克再次看着日记本里的照片，突然另一只手上莫名其妙出现了一条女士内裤，紧接着他竟看到了玛莎正在上楼。麦克轻声地呼叫了玛莎一声，他停顿了一下后继续上楼。玛莎缓缓走到了自己房间门口，下一秒麦克被噩梦惊醒，他现在已经分不清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。此时他的精神状态极差，他再次看了一眼玛莎的照片，这时身边出现了一个黑影，似乎一直在这个家里纠缠着麦克。到了第2天，麦克找到了玛莎生前的好友，询问玛莎是否有什么秘密，但朋友却表示在他看来大部分时间都非常正常。麦克便拿出了照片让朋友辨认，他十分好奇地询问和玛莎合照的4人到底是谁，但朋友看完却表示并不认识。之后麦克再一次参加了交流会，表述了近期发生的怪事，而那4位神秘女子则听得非常认真。等交流会结束后，他们4人主动找到麦克，他们感应到麦克家里有阿飘的存在，建议让他们去家里进行一次净化仪式。麦克同意了他们的建议，于是想把自家地址告诉他们，没想到他们打断了麦克的讲话，表示不需要地址他们也能找到。等麦克回到家后不到1分钟，4名神秘女子便来到了家门口。很快他们开始在麦克的家里准备做净化仪式，可仪式进行到一半时，妻子艾丽回到了家里，她表示回来取一份邮件，但看到家里有4名女子，她以为是麦克特意找来放松心情，心里似乎有些吃醋。说完转身走出了家门，麦克立马跟了出去，向艾丽解释那4位自称是风水大师，只不过是来家里做净化仪式的。但艾丽根本不相信所谓的风水大师，她觉得都是骗人的，随后便生气地离开了。等麦克回到家里，4位女子表示净化仪式并未完成，现在赶走玛莎是不对的。麦克开始认为4人就是骗子，便想让他们赶紧离开。然而4人表示让麦克为玛莎着想一下，他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，但具体是什么原因还不得而知。麦克听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随后4人离开了麦克的家里。到了半夜，麦克把玛莎的日记本一页一页的撕下，而玛莎的灵魂此刻又缓缓走到楼上，她死后灵魂一直在这个家里游荡。到了深更半夜，麦克又被噩梦惊醒，脑海中一直有玛莎的声音存在，
这让麦克的精神状态再次崩溃。他快速跑到了玛莎的房间，想要一探究竟。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了玛莎的脸死死盯着他。下一秒，麦克从床上惊醒过来，刚刚松了一口气，又在床尾看到了玛莎的身影，还听到了她的哭泣声。麦克立即下床，随着声音找去，没想到真的见到了玛莎。可是他并没有开口说话，而是艰难地站起来准备离开。麦克便上前一把拉住了玛莎。没想到又是一场噩梦，这让麦克的精神状态愈发的崩溃。到了第二天，正在上班的麦克也是心不在焉。这时他看到窗外有3位邪教的人望着他，突然接到玛莎好友的电话，他告诉麦克，之前玛莎加入过一个团队，或许照片上的那4人和这个团队有关系。然而就在电话挂断后，3位邪教人员就找到了他。到了晚上，麦克的家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，她指引着麦克走到显灵板的面前。麦克按照女人的指示操作后，到了另一个空间，面前坐着戴着头纱的4位女人，她们正是那4位风水大师。领头的女人让麦克拿出玛莎的日记本和内裤，用来召唤玛莎的灵魂，这样就可以和玛莎进行沟通。随后召唤灵魂的仪式正式开始，可没过多久，4位女人表情变得十分怪异，似乎非常的痛苦，紧接着全部昏迷了过去。这时麦克注意到了那张照片，原本模糊不清的脸竟然都恢复了正常。麦克发现照片中的4位女人正是那4位风水大师。麦克越想越后怕，回到现实世界后，他找到艾莉，希望今晚能留下来陪他。看着麦克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艾莉答应留了下来。可当他看到桌上的显灵板，又开始有些气愤，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这些邪教的东西，认为用显灵板召唤灵魂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。麦克则表示这只不过就是一个游戏。艾莉便生气地起身离开。到了晚上，麦克做起了噩梦，这次的梦中不仅有玛莎还有艾莉。只见玛莎在艾莉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。麦克每一次被噩梦惊醒，耳边就会出现玛莎的叫声，声音是从玛莎的房间传出来的。他疑惑地看着楼上，这时发现自己的小拇指上绑着一根红线，于是跟随着红线的牵引，他来到了玛莎自杀的那间卫生间。玛莎自杀的场景再一次重现，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，玛莎竟然开口对着麦克说话。麦克又一次被噩梦惊醒，这次依然满头都是冷汗。他走到窗边想要冷静一下，这时看到外面有3位邪教人员朝着他家的方向站着。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麦克决定自己举行一个召唤灵魂的仪式，想要尽快搞清楚情况，再这样下去迟早会被逼疯。他发现玛莎的日记本中有一段咒语，于是他跟着念了出来，没想到真的有作用。他的耳朵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，令他感到头晕目眩，下一秒便直接昏倒在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麦克终于醒了过来，他听到了玛莎小声在哭泣，朝着声音的方向，他打开了一扇门，只见玛莎蜷缩着坐在地上，身上还冒着冷气。麦克不敢置信地摸着玛莎的脸颊。God, Masha, it's you. 麦克赶紧将她扶到屋内。玛莎告诉麦克，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冷。麦克便让她先去浴室洗个热水澡。他把自己的衬衫脱下来，并从包里拿了一条之前为了招魂用的内裤，随后便扶着玛莎走进浴室。麦克也没有避讳，就一直看着玛莎洗澡。殊不知此时的门外来了5位邪教人员。等玛莎洗完澡后，麦克立即给艾莉打去电话，告诉她玛莎复活的好消息。可令人奇怪的是，电话那头一直重复着麦克的话，还发出了诡异的笑声。麦克连忙挂断了电话。等回去找玛莎的时候，发现她呆呆地站着。随后玛莎还问麦克她是不是一个好女孩，并且反复地问麦克同一个问题。 To me, were you nice to me? Yes. 玛莎还反问麦克他为什么会自杀，但麦克似乎并不想讨论这个问题，便拉着玛莎准备带她回家。可刚走到大门，就遇见了5位邪教人员。这时玛莎大声的呼唤，表示想要玩游戏，于是挣脱了麦克的手，往身后跑去。麦克不放心，只能去追赶玛莎，可一转眼的功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就在这时，麦克走到了一间房间，玛莎拿起水杯在他后面偷袭，狠狠地砸到了麦克的头上。他忍着疼痛，颤颤巍巍地走出大门，想询问门口的几位是否有看到玛莎，可他们一直没有理睬麦克。麦克便摘下了他们的帽子，不成想他们的模样吓得他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他赶紧返回到屋内，锁紧大门。
这时玛莎还在呼叫着麦克快去找她，麦克便随着声音找了过去。没想到玛莎手拿匕首朝着麦克挥去，最后在麦克肚子上划了一刀。好在麦克倒地的时候给了玛莎一脚，然后趁机先跑到了楼上，玛莎紧追其后。麦克躲进了卫生间，他以为成功躲避了玛莎，于是缓缓打开了门，不料玛莎早已发现了他。两人再次扭打成一团，玛莎被麦克狠狠掐着脖子，直到麦克打了玛莎一巴掌后才冷静下来。这时玛莎终于开口说话，她表示之所以会自杀，是因为想摆脱麦克给她带来的痛苦。原来麦克侵犯了玛莎，此时的玛莎其实已被灵魂附体，她疯狂地撕咬麦克。经过一番的挣扎，麦克将玛莎压在身下，随后捡起掉落的匕首，朝着玛莎身体疯狂乱捅，最后一刀插入了玛莎的心脏。等平静下来后，麦克便准备逃跑，然而4名神秘女子再次出现，他们成功抓住了麦克，将他的四肢牢牢控制，随后对着麦克的身体开始施法。下一秒，他的身体里面一直不停地有东西蠕动，紧接着一双手从他肚子上的伤口里伸了出来，最后一个完整的玛莎从麦克的身体里钻了出来。玛莎成功借助父亲的身体重生。影片就此结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2024美国恐怖电影《邪教招魂》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